哎，各位好，小齐，你们好。这个东北人啊，辽宁阜新人，听说过这个城市吗？没有。啊，好，那我也没听过上海。不太喜欢阜新，因为没有年轻人，没有娱乐了。阜新唯一一家酒吧，我还不知道正经不正经，因为他卖麻辣烫。也没有狼人杀店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生活中就狼人杀，老龄化很严重，就一堆老头老太太在广场天天聊，说昨晚谁死了。房价也特别神奇，我现在在老家买那个房子值3万，我10万买的。神奇吗？很便宜的同时又跌得很快。我都安慰我自己，我说10万的房子有一个好处，就最多赔10万。想到这房子还漏水呢，楼下要我8600，我说房子给你了，我再淹你2回。这个房子大城市都很难跟那帮朋友抱怨，你懂吗？我在上海，我说我家房子太便宜了，3万60平，他说那总价就是180万呗。我说总价就是3万，这么便宜啊？我家马桶都3万2呢。我说这话啥意思？我全家，我妈妈爸爸没你爸爸住的贵。他们都不理解，我老家3万那个房子有一年缺钱想卖，发现卖不出去。他们可能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缺3万，又不是打麻将胡3万。有人大聪明觉得自己懂金融，给我出那种歪招，什么哎，你把你家房子抵押贷款贷出去，然后别还这个钱了。你等银行把房子一收走，你就等于卖出去了。我说啊，我怎么3万的房子，我去了手续费带7800，银行说你1个月还360就可以。我说我不还。我6个月之后成为一个拖欠2100的老赖。我这个人这么不爱坐高铁。而且阜新没有年轻人的岗位了，导致我爸觉得世界上只有一种工作叫工作，就是进编制。你知道东北进编制等于什么？贵族。就感觉立刻从一个辽宁阜新人变成了一个北京孩子。真的不太理。我爸曾是在我刚毕业的时候花15万给我送到一个高速收费站的编制，1个月开1800。我说爸，为啥？15万5套房子挣1800。我爸说稳定，铁饭碗。我想5800是铁饭碗，1800那叫挖耳勺，就图的铁呀。我觉得就是图面子，你懂？又想要个1800的稳定工作，我不用花15万，我可以随便找个3000块钱的工作，我跟老板说，哎，我就要1800，咱就能稳定。老板生意黄了都得带着我。因为这样的傻子不好找。他为了说服我，开车带我去高速收费站看，你知道，说你看这活儿的轻巧，他好干。真的，保安朋友们，你见过个别高速收费员吗？摄像头打着，每个动作有严格要求的，那个笑容特别诡异。把一个车开过来了，他在那儿，你好。一路平安。我当时吓懵了，我说他笑啥呢？这啥意思？想告诉我说看我有15万，我花不出去。你看我傻不？但虽然这么骂，大家从那模仿也能看出来，就是我确实去干了那份工作，但我没花那个钱，要15万那个骗子被抓进去了。到剧组发现根本不适合这份工作，因为他管理很严格，而我有多动症，想必各位已经发现了。
我甚至做不到说话的时候不摇头。我干的第2天就因为抠手被记过了，就这个抠手呢，我朋友都不敢相信，问说你抠的是你领导手啊？你握手的时候在哪？哎呦，特别怕替班，我连续工作18个小时，朋友们什么感觉？那些车特别多，我感觉我苹果肌需要拉伤了，我马上长出8块苹果肌。后来他开始颤抖，因为他力竭了。司机看着我都害怕，因为我冲他那么笑的那么。你好，防疲劳驾驶这么严格吗？我想我都这样了，还花15万进编制呢，我就不偷15万我进监狱。等我算了，第2更划算，我偷15万最多判6年，花15万7年才回本。我在监狱里我还能踩缝纫机挣钱，虽然没有编制，但是有编号啊。我爸要敢问我是怎么蹲监狱了，我说稳定，还能看着明星呢。我以为稳定是这个工作唯一的好处了，我干的第2年我就被 ETC 取代了。笑的都让我天天打电话卖 ETC， 我觉得很屈辱，因为我都不是被人工智能取代的，那 ETC 就不智能。这玩意00几年就有，我感觉时代的车轮都开出去5公里了，然后掉头回来压我。阜新还有年轻人呢，撞死你！所以我什么时候决定辞去这份工作来搞脱口秀，就去给我爷扫墓。我发现人生就是没有稳定，充满意外。按照当地习俗放了24小时播放的音箱，然后第2天我又去了，然后没电了，从那种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变成了 now。那我说太吓人了。但我突然意识到，如果我留在阜新，我就那音箱里的电池，我要在一个岗位上耗尽电量。这我不想当电池，我想当烟花。我觉得我死了也要把骨灰做成烟花给我放了。估计我孩子还念叨呢。我爸讲了一辈子脱口秀，终于炸了。而且我一定要他们记住我，在我的灵堂要放个音箱，防止没电变成声控的，一来人播放我那些经典段子。孩子来看我，往那一跪说：“爸，我来看你了。”你好。闹鬼了吗？闹。吓人，快跑！一路顺风。谢谢各位小齐，拜拜。这个地方都多一等，应该有。来，小齐的锁票倒计时。来，再次把掌声送给小齐。小齐就是文本强，然后他的表演又给他加了很多很多的分。然后我在看他那个讲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我好几次有模仿他那个甩头。小齐，你是平时就是这样的，还是你上台表演他自带的一种风格？我情绪激动的时候就会甩，就是甩。对，那你要是那个洗澡用花洒的时候，就直接躲那个花洒。这教不着。特别像 rapper， 他要有自己的 flow 的时候，要有手势啊，来控制跟强调自己的节奏啊。哇，你这个风格特别适合在印度演出哈，一直咬啊！哇，小齐跟周姐在印度会更火，就是。小齐，你今天讲的是高速的收费，你还做过什么工作？我其实是在那个影楼里给儿童摄影师修图的，完给做摄影设计之类的，然后还干过木匠，还干过美发小工。你本身就是这个是你哥们儿那个去是的，然后抠手那个也是真实的，是那种。就我们的困境很像嘛，我们喝酒的时候，我在那个影楼天天熬夜，一个月挣2000块钱，然后熬大夜，完他也是在收费站，然后又离家很远，然后就共情了嘛啊。那你是怎么走上那个脱口秀的舞台呢？就是有一回，我当时当过法人啊，也当过法人啊，啊，法老的人啊。
我在一个摄影工作室嘛，我开了一个，哦然后当时在那个工作室里影棚里，住，然后又工作，然后我的影棚里只有一个床垫子，每天从床垫子睡醒了，走到工位开始干活啊然后干完这活玩一会儿，回到床垫子睡觉。创业哈对，就感觉有时候一周都不出，就特别孤独，说话都有回声啊，因为那个太空了。然后我就查了一下，然后网上有那个关于脱口秀的一些演出也好，还是活动也好，去了，然后慢慢认识到，开始讲脱口秀的。哦，等于脱口秀算是一种自救的过程，是不是？啊，算是吧自己把自个儿救出来了。对，我觉得他这次其实离他最好状态还差得很远，但即便如此还是超强。小齐是一个特别敢于满场打滚的那种表演者。就是一般演员不是要去学习初期要解放天性吗？啊，就感觉他是娘胎里就解放完了出来的。对对，我是这么出来的。接生了就是换不了，妈妈我来了，还是你是打小就社牛对吧？啊，是的，打小就是东北的酒桌上都是那种打小的酒桌啊，不是在父辈的酒桌上都是被要求站起来表演节目那个孩子。哇！从他这个文本当中能感受到那个电视剧的质感，就像之前特别火的那个《漫长季节》，还有《平原上的摩西》。因为一般的脱口秀的舞台上，东北就是一个背景，是一种口音。但我觉得小齐反正我能够想象到，就是那种东北的感觉。小齐这一篇好像是很特别的一篇，就是因为东北太特别了。我相信他是一个有着很丰富文学修养的一个人。